上一话说到，路飞勇斗大马海豚的复仇大军，虽然这些起死士兵都不堪一击，那些能叫得上名号的战斗员，在路飞眼中也不过尔尔，但是实在架不住对方人数太多，像蚂蚁更像蟑螂，打都打不完。路飞埋头一通乱打之后，再抬起头，复仇大军依然望不到尽头，人数起码上万。就算再怎么厉害的人物，看到这等场面，想必士气也没了。路飞累得直骂娘，难道之前干掉将星斯纳克的乌尔基是被复仇大军给活活累趴下的？文书官蒙多尔飘在空中，一脸惊愕，很难相信草帽与克雷加大哥打了一个晚上，竟还有这么多体力，面对数量如此众多的起死士兵还一点不虚。娜美召唤出雷云进行助攻，虽然对方人多，当然要用群体伤害的技能了。娜美的招式用来团灭大军确实有用，不过他也因此被对方的干部盯上。黄油大臣夏洛特·加雷特用黄油能力困住娜美，并将娜美从巴姆大王身上扯了下来，感叹一声：大意了呀！只关注了对方输出位，没想到辅助位也这么厉害。娜美被加雷特缓缓扯过去，余光中瞥见路飞正遭遇偷袭，大喊一声，路飞一转头，一大堆灼热的奶油已经将他淹没。路飞大叫一声，接着忍着剧痛站稳脚跟，推起自己巨大的拳头，一招象形打向奶油大臣欧佩拉。飘在空中的蒙多尔用手一指，一本书挡在欧佩拉面前，路飞一拳打在书上，直接被书吸了进去。这里是另一个奇怪的空间，所有东西都涂着恶心的颜色，扭曲成各种各样的造型，骷髅头和鲨鱼乱入其中。简单来说，可以用4个字形容：乱七八糟。路飞很懵逼，这都是什么玩意儿？猫头鹰他认识，兔子他认识，鲨鱼他认识，但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他就不明白要表达啥了。蒙多尔的丑脸突然从黑暗中出现，用烘托恐怖气氛的嗓音说道：欢迎来到书的世界。如果这真是一本书的内容，那么这本书一定很垃圾。眼前突然出现一片火焰，路飞看到火焰向他扑来，接着浑身发烫，莫名其妙被人攻击后，眼前又冒出一条鳄鱼，路飞一拳打碎鳄鱼，鳄鱼变成蛇将路飞缠了起来。然而这一切居然都只是路飞的幻觉，不知道蒙多尔给他下了什么药，让他迷失在幻境之中，被起死士兵围着揍，毫无还手之力。路飞仿佛被困在写轮眼的无尽阅读之中，看到的都是一些让人精神崩溃的玩意儿，什么巨大的眼球、奇丑无比的兔子，还有配似糟糕至极的城堡。最让路飞头疼的是，自己还被自己的3个影子围起来打。而在现实之中，欧佩拉可算抓住了报复的机会，用自己的奶油将路飞抓住。这奶油里面可能是兑了汽油，粘在路飞的身上就烧了起来。路飞被搞得十分痛苦，身上疼，又不知道为什么疼，总感觉有人扇他，但是他又看不见是谁在扇他，就2个字：难受。这时，路飞突然听见一阵阵剧烈的脚步声，接着就是娜美的惨叫：路飞危险！等到蒙多尔撤了无限阅读的幻术，路飞才清醒地看到2个健身壮汉正左右两边向路飞奔过来，比路飞的脑袋还有大几倍的拳头直接砸过来，将路飞的脑袋夹在中间。就这一下重拳，路飞依然屹立不倒。2个健身壮汉只好再来一次汉堡夹击。大马海贼团的复仇大军通过以多欺少、轮番作战的卑鄙方式，终于制服了草帽路飞，同时己方也损失惨重，起死士兵被干掉不计其数。若不是蒙多尔使用了幻术，恐怕那几个干部也得被打得叫妈妈。另一位干部夏洛特家族第3女阿曼德走到巴姆大王面前，轻轻吸了一口烟，缓缓拔出自己的名刀白鱼。巴姆大王吓得直哆嗦，但这并不能唤起阿曼德的一丝怜悯之心。阿曼德将又长又细的白鱼缓缓砍进巴姆大王的身体内，缓慢叙事曲，巴姆大王疼得一通惨叫，眼泪都飙了出来。阿曼德这等剑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一个慢字，缓缓将对方斩杀，让对方想死却死不了，伴随自身无法解脱的痛苦，这就是虐杀的乐趣。好痛，要杀我就一口气。阿曼德抬起头，面无表情地说道：一瞬间斩杀一切，就没有杀戮的意义了。我会用最让人痛苦的速度斩杀。巴姆大王流着眼泪，几乎被劈成2半。路飞和娜美也都失去了作战能力，现在还站着的就只剩下大马海贼团的这几个子女了。阿曼德从娜美的身上搜出了大妈的生命卡，将其没收上缴。幸运的是，大妈没有下达杀头令，而是叫他们活捉。健身壮汉将路飞抓起来，路飞双手紧紧抓着草地，他现在已经意识模糊，但依然记得他还要在这里等着山治。健身壮汉狠捶了路飞一顿，终于把路飞打到失去意识，成功擒获。路飞慢慢睁开眼，发现自己和娜美被关在一个牢笼里，而牢笼外面则是蒙多尔等一众干部。这也是蛋糕城堡内的犯人图书室，是蒙多尔能力制造的专门关押战俘的地方。路飞心里还惦记着回到和山治约定好的地方等待山治，他拼命的挣扎，2只手却被死死的钉在墙上，不管怎么用力都挣脱不开。蒙多尔将图书慢慢合上，把路飞和娜美关进了图书里面。旧世界里，乔巴和加洛特被布雷以及一干战斗员包围，布雷对乔巴这个奇怪的生物啧啧称奇，不仅是个小驯鹿，还能变成肌肉男，真是乐趣无限，小明妈妈一定会喜欢的。布雷派出大块头鳄鱼哥和头上冒烟的火车哥站出来单练乔巴和加洛特。乔巴上去对着鳄鱼哥就是一通机枪乱打，打得鳄鱼哥毫无还手之力。兰道夫骑着白鹤赶过来助力，
长枪刺出，乔巴用拳头轻松挡住，火车各自冲向看上去很好欺负的兔子加洛特。论速度，火车差远了，加洛特轻松躲开，对着火车哥就是一记手刀。布雷趁机从镜子里跳出来偷袭，乔巴抱住加洛特躲开，布雷一连刀砍下来，没砍到人，反而把敌人脚上的铁球链子成功砍断，帮助敌人来了一波助攻。大概是觉得太尴尬了，不想背锅，布雷一下子就逃回了镜子里。接着布雷再使出绝招，从镜子里召唤出了好几只乔巴和加洛特，他们一起发出各种奇怪的吼叫声，一边跳出镜子，把乔巴和加洛特团团围住。不过布雷用动物变出来的冒牌货怎么可能是乔巴和加洛特的对手，很快就被二人打退。虽然二人没有被捉住，但是乔巴很快就意识到双方陷入了僵局，自己这边的2个人就算暂时不会被抓住，他们也是逃不出镜世界的。乔巴看着那几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冒牌货，突然心生一计，迪生和加洛特说出了接下来的作战策略。布雷大怒，不许交头接耳的讨论战术，给我抓住他们！兰道夫等人一拥而上，很快用铁链将乔巴和加洛特给捆了起来。布雷将二人带到自己在镜世界的小屋里，特意熬了一大锅汤，准备拿二人炖汤喝。被吊起来的加洛特吓得大哭，布雷则在一边得意的大笑。等汤好了，就炖了这只兔子。至于驯鹿嘛，这种会说人话、还能变换出好几种形态的驯鹿可不多见，可以献给妈妈做奇珍异兽的收藏。深夜，山治独自一人来到蛋糕城堡的女王宫殿里去面见大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自己已经决定和布林结婚，只求大妈放过草帽团的伙伴们。山治说出了自己的请求之后，紧张地看着大妈，额头上的冷汗流了下来，就怕大妈突然发飙，给自己一巴掌。大妈不停地将手边的甜点塞进嘴巴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看得出来大妈此时的心情非常美丽。我还以为你要来抢老娘的蛋糕呢，原来是这件事啊！可以啊，老娘同意了。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女人，只要你不打算逃走，老老实实的结婚，很多事情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山治很高兴，不断的表示感谢。大妈突然俯下身子，脸上换了一个恐怖的表情。丑话说在前头，本来草帽一伙对我做的事情就是不可原谅的，破坏诱惑森林，打败将星之一，在愚人岛吃光了我的点心，还胆敢向我宣战。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们结婚，顺利的话，明天婚礼之后，加尔玛的军事就为我所有，还能吃到美味的结婚蛋糕。一想到这些就心情大好。大妈的爽快让山治意外又高兴，然而回到房间里，山治又想起了难过的一幕。不管怎么说，自己也是背叛了船长路飞，伙伴们现在一定恨死自己了。大妈的复仇大军大概已经和路飞遭遇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山治用手擦了擦玻璃上的水雾，心中默念：大家一定要没事啊！夜里，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城堡里既没有无线网络，也没有电视，大家的夜生活都很乏味。大妈为了不怠慢远道而来的文斯莫克家族，特意请他们参观了自己的图书室。当然了，大妈可不是什么热爱读书的知识女性，她爱看的图书只有一种，蒙多尔给她制作的特别图书，里面是一页的牢笼，关着大妈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奇珍异兽。通过蒙多尔的能力，这些异兽可以在图书中永远活下去，成为大妈热衷的活体艺术品。大妈翻开一张张的书页，向文斯莫克家展示自己的收藏品。本来气氛都很愉快，地形上的加治突然问出了一个要命的问题：万国托兰特的确有很多物种，但是为什么唯独没见到巨人族呢？一直笑呵呵的大妈突然脸色大变，迅速沉下脸来。不过1秒钟之后，大妈立刻转为尬笑：是吗？可能是你刚巧没碰到吧。这时有属下来报，结结巴巴哆哆嗦嗦地说，复仇大军抓来了2个人。大妈以此为借口告别了加治几个人，迅速离开图书室。你小子慌个屁！那个小子是世界经济报纸上加尔玛66漫画的忠实粉丝，今天第一次看到真人，激动又紧张。大妈暗骂一声，没出息的东西，居然被故事所影响。路飞和娜美被抓，大妈必须要嘲讽他一番，谁叫路飞这个嚣张的小鬼在愚人岛挑战自己。不过作为幕后 boss， 大妈不可能到犯人图书室亲自去见路飞和娜美，于是委托了自己的长子糖果大臣佩罗斯佩罗带自己去见路飞。蒙多尔翻开关着路飞和娜美的这一页书，佩罗斯佩罗低声说了一句妈妈来了，然后将大妈的电话筒放在笼子的前面。真是好久不见呀，草帽路飞。路飞一听，这不是在愚人岛跟自己打电话的那个女人吗？路飞顿时来了脾气，大声嚷嚷着出去砸了你这个蛋糕岛。大妈哈哈大笑，小老弟脾气还是这么旺，你不是说要揍飞我吗？现在你都自身难保了，就在这里待到死吧。路飞大吼，现在我就揍飞你，来呀，在这里干一架。另一边，潜入蛋糕城堡的布鲁克和佩德罗私下搜寻。布鲁克利用自己灵魂出窍的能力，终于在宝物间里找到了2块历史正文和1块路标历史正文。只不过这里戒备极其森严，甚至还有海贼王里著名的龙套演员，实力深不可测的熊猫人，想要在众多守卫的眼皮子底下拓印历史正文，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布鲁克开启头脑风暴，想办法潜入进来。这时他发现众多守卫中有个坐在椅子上的长腿美女，身边的人似乎对他十分恐惧。手下的人叫他将星斯木吉大人。只见他抓起一个女人，像拧干湿衣服一样，把女人身上的汁水给挤进了一个高脚杯里，女人瞬间变成干尸。
他就是与克雷加齐名的甜点三将星之一，悬赏金9亿3200万贝利。夏洛特家族第14女，果汁的大臣夏洛特·斯姆吉。斯姆吉一边晃动高脚杯中的人体汁液，一边听戴安男爵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历史正文和路标历史正文的重要性。斯姆吉打断戴安男爵：“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为什么突然加强了防守？可以把我也安排过来。”戴安男爵告诉斯姆吉：“人人都知道，集齐4块红色的路标历史正文，就能到达拉夫德鲁，也就是通往海贼王的路。5年前，蛋糕岛曾经来了一个海贼团的船长，是个专偷历史正文的小偷。有人看到这个家伙再次光临了蛋糕岛，他就是毛皮族的佩德罗。当年这个小子因为同情的贝格穆斯求情而捡回了一条命，现在他再次跑回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红色的路标历史正文。路标历史正文是4皇们争相夺取的东西，所以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守护妈妈的这一王牌。布洛克听到这里后，赶忙退出宝物间，在一个转角的仓库和佩德罗碰了面，将自己所见所闻讲了出来。警戒加强了，将星亲自把守，看来夺取路标历史正文没什么希望了。但是两人都不想就此放弃，扼住路飞成为海贼王，路标历史正文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好不容易才来到蛋糕岛，如果不把握这次机会，恐怕再想进来就更困难了。可是要怎么潜入宝物间呢？如果硬闯，两个人肯定都得死。不过戴安男爵并不知道布鲁克的存在，他的目标只有佩德罗一个人。二人沉默一番，布鲁克开口问道：“你觉得诱饵吧，佩德罗？”佩德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江文君，咱们下期见。